大夏棋手周元战胜韩国国宝级棋手朴医生，荣获世界围棋9冠王后，于近日宣布下乡，带妻子女儿回到农村。这么多东西，够琪琪和小鱼儿吃一阵子了。这不仅吃落无子，不行，我要回去。吕纯阳，你下不过耍赖是吧？竟然有人在这儿下棋，时间还早，刚好过去看看，就看10分钟。这是神之一手，天下竟如此棋。观棋不语真君子。抱歉，抱歉。看小兄弟的样子，应该会下，替我来一盘，赢了赐你一场机缘，可以吗？那我试试。我输了。你的容颜，糟了，只顾着下棋忘了时间。容颜，我怎么变得这么老了？天上一天，地上一年。我们这盘棋下了7期49天，人间已过49年了。一盘棋耗你一生，是我们疏忽了。这是王母娘娘的蟠桃，不仅可以改善肉身，还能延年益寿，增强灵魂，算是给你的机缘了。王母娘娘，机缘？你们在说什么？你吃了就知道了。我怎么变小了？吕纯阳，你貌似又闯祸了。不好意思，忘了你是个凡人，药力太大，我们也没其他办法。不过变小总比变老要好，是不是？小友，我们还有事儿，就先告辞了。哎呀，我也走了。全都消失了，难道是做梦？该不会是真的吧？不行，回家看看。2025年，只想观棋10分钟，没想到过了49年，完了，不知琪琪、小云儿他们还有没有活着？没想到吃了蟠桃，不仅变得年轻，还变得更加强壮。现在的我，怕是20个壮汉都不是对手。这应该就是雪琪在我走后耗费一生建立的苏家。外婆，外婆你怎么样？应该坚持不到明天了，回去准备准备，好好告个别吧。琪琪，我怎么听到他的声音了？老公，是你回来了吗？应该是日子到了，这样也好，分别49年了，终于可以再次见到了。快，病人没心跳了，快推进去抢救！什么？琪琪，哎，小朋友，请留步。我要见你们陆总。哪来的小屁孩？陆总是你想见就见的，赶紧走，再不走把你抓起来。我是……不行，如果直接承认身份，对方非但不见，还真有可能将我抓走。让我再想见到琪琪就不可能了。我是你们陆总的朋友，你进去通报一声即可。陆总今年80了，和你一个10多岁的小孩做朋友，你攀关系你也得攀这逻辑的呀。别在这碰瓷了。你确定不去通报？怎么，我不通报就瞅你这细胳膊细腿的，还想硬闯？怂了，怂了就赶紧给我滚！臭小子，既然真敢在这里动手，你先把他抓住！
外面怎么那么吵？我出去看看。不好了，小姐，有个小孩要硬闯庄园。既然是孩子，拦住就是了。完了，不过1分钟，所有保镖都被打晕了。什么？我们苏家聘请的保镖都是退役军人，个个身手矫健，他一个孩子，怎么可能？哎，他进来了。小姐，他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觉得有些眼熟，感觉这孩子与我外公好像。苏总，这小子有些古怪，你们先撤，我们挡住他。不用了，你们退下吧。苏总，好了，撤。这位小朋友，不知你闯入我苏家所为何事？若是我苏家有做的不对的地方，亦或有怠慢之处，我会亲自向你道歉。听说你们陆总生病，特来拜访。不好意思，我外婆她不方便见客。外婆，你是小云儿的女儿？小云儿，你如此年纪能击败这么多保镖，是有些实力，但这不是你能轻视我们苏家的理由。如果你再这样称呼母亲的话，我就对你不客气了。抱歉，我没有对任何人轻视的意思。其实我来是想给你外婆治病。治病？外婆她老人家不喜欢外人叨扰。松管家，送客。停。我记得你们苏家有一个玲珑棋局吧？只要谁能破解，苏家便可满足对方任何要求。是有这么回事？如果我说我能做到。什么？你能破解？不错。此棋局利用盘蒸、死活、手筋、杀气等方面的技巧，波及全局，引人入胜，陷入其中，百途无路，十死无生，号称天下棋局之首。几十年来无人能破，你这小孩竟口出狂言！小姐，千万别听他这是在吹牛。你跟我来吧。虽不知他要做什么，但外婆曾专门教我，只要有人谣言能破解，苏家便不能拒绝。刚好也看看这孩子是不是在说谎。你看，我外公失踪之前留下这盘棋局，曾经交代过母亲，无论是谁，只要能破解，我苏家就会答应他任何请求。还好没有忘本。为什么被一个孩子这样说？我非但不生气，还觉得有些自豪。我直白风俗，你直黑先生。真是不臭气！这里本来还有活路，你一子落下，周边全都死了，你自己把自己给弄死了。臭小子，不是来下棋的，你是来捣乱的吧？不准！虽自杀多次，却向死而生，以自填满，解放全局。神之一手，这简直是神之一手啊！继续吧。之前，黑子前有埋伏，后有追兵，宜早不胜。你以部分棋子作饵，诱敌深入，激活全局。此时，大龙已成，即便是我，也无能为力了。这苏家玲珑棋局被你破了。这怎么可能？这棋局当时只有我外公苏元可解，所以你到底是谁？以后你自会知道。行吧，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只要是我苏家能办到的，我绝不推辞。小姐，万一他的条件太过无理，难不成也要答应？我要见陆总。破解棋局，可以要钱要名，要你想要的一切。我只想见他。小姐的话你没有听到吗？老夫人病重，谁也不见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他明知破解棋局，苏家会答应任何事情，却分文不取，说明并没有恶意，一心只想见外婆。或许他们之前就已经认识了。小姐说的是，只是这10年前，外婆身体就已经不好，大部分时间都在医院，所以他们到底是怎么认识的？
这些年让你受苦了。爸爸，我们今后就住在这里吗？姬妾，对不起，是我被迫下乡，让你也来到了这里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努力，即便在农村，也会让你们娘俩过上好日子。这里挺好的呀，山清水秀，鸟语花香。老公，只要能和你在一起，无论任何地方都是我的家。姬妾，谢谢你。琪琪，我回来了。你的家回来了。回来了？你竟然称呼外婆为琪琪，这孩子的语气怎么跟外公这么像？嘿，小姐，小姐，哎呀，我的大小姐，你怎么能相信他呢？哎，如果之前有人告诉你，一个10岁的孩子能打败我苏家所有安保人员，你信吗？我不相信。对啊，我也不信，直到我今天亲眼看见。这孩子真的与他人不同，更何况外婆都这样了，还能糟糕到何种地步？更关键的是，我从心底深处觉得，这孩子对外婆没有恨。小姐说的是啊。琪琪，对不起，我失踪这么多年，让你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妈的，把孩子拉扯大。我怎么变小了？这颗蟠桃能让我返老还童，或许所剩的桃核也能让你恢复如初。琪琪，我回来了，我们还有很多好日子，你千万不能就这样走了。琪琪，你能听到吗？是我是苏源呐。哎，这都半小时了，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不该是出啥事儿了吗？大姐，外面的保镖都怎么了？还有我一回家就听说你找了一个小孩给外婆治病，咋回事？圆圆、曼曼，你们来了。这小孩是个有大本事的人，说不定真的可以救外婆。大姐，你这是被人 PUA 了，10来岁小学都没有上完，能懂什么？对啊，大姐，外婆的病，咱们国内外找了多少家名医都治不好。她一个孩子，就算学过医术，又能有多厉害？二姐说的对，我要去看看，不能让外婆出事。哎，圆圆、曼曼。外婆，不是不让人进来吗？出去！这是我家，你让我出我就出啊！好，我们出去等着。走吧，大姐。出来了。就是你说要给外婆治病，年纪不大，口气不小啊。治病救人需要医生资格证，不知这位朋友从哪里学的医术，老师又是哪位？你要是说不出来，我们可不敢让你单独和外婆在一起。外婆？难道这是我的另外2个外孙女？我到底有几个外孙女？哎，问你话呢，你这什么态度啊？我可不像我大姐这样好脾气，信不信我出手教训你一顿？三妹，你确定要出手？后面这些人正是他打伤的。你说他一个小孩能打伤我们苏家这么多保镖？是啊，我不信，除非你收我为徒，让我也变得很厉害。好了，曼曼，还不回来？你不愿意说医术是向谁学的，我可以不问，但有件事情你必须要说，
既然你说你可以救治外婆，那你说说看，她到底得了什么病？我并不知道她得的是什么病。哎，你连什么病都不知道，你怎么治疗？看来你之前说的都是假的了。好啊，原来是个骗子！你来苏家到底什么目的？快说！谁说不知道病症就无法治疗？治病救人，对症才能下药。你要是连什么病都不知道，就能把外婆救醒，我就下跪叫你祖宗。三位小姐，老夫人她醒了。什么？外婆，你终于醒了。醒了就好。苏总，两位小姐，老夫人已经脱离了危险期，暂时没有大问题了。不过虽然清醒，但是身体还很虚弱，可能还不能说话，不能与人交流。不能说话是什么意思啊？老夫人当初从楼梯上摔下来，伤到了脑袋。这些年尽管一直治疗，但脑中的淤血压迫神经，依旧无法消除，所以影响了语言功能。那多久才可以恢复？这个不好说，有可能是明天，也有可能1个月，甚至半年、1年。能不能说话还要看病人主观意愿和动机，意愿强了，或许可以缩短时间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谢谢你，医生，还是你有本事，不像某些小孩只会说大话。哎，我没帮上忙，曼曼小姐，你应该感谢刚才出手救人的那位，不然老夫人可能早就……啊，不是你救醒的外婆？老夫人的病已入膏肓，药石无医，我哪有这种起死回生的医术？也不知是哪位神医才有如此手段。是他，竟然是个孩子，这种年纪有这么厉害的医术，真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呐！对不起，刚才是我误会你了，感谢你救下外婆。外婆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医生！苏总放心，老夫人只是清醒过来，情绪有些激动，身体并不大碍。那就好。外婆，你这是……外婆，你是想找我吗？好吧，我知道了。这个孩子和苏瑶好像，难道是他回来了？不对，他就算活着，肯定也和我差不多了，怎么可能如此年轻？应该是我想多了。外婆，刚才就是这位小神医救下了你，您这是要当面感谢他吗？外婆和小神，这是什么情况？你们先出去吧，我有话单独和陆夫人说。有什么话不能当面说？而且外婆第一次见你，肯定不会同意的。外婆，走吧。你这……走吧。等等我！姐姐，是我是苏远，我回来了。你先别着急，医生刚说了，你暂时说不出话，那你就听我说。那年我失踪后，我没死，而是变成了现在这副模样。我知道你不信，你还记得我俩第一次相遇吗？你在柳树下打谱，我遇见的时候，看你走错了一步。你那步棋好像下错了。怎么，你也会下棋？要不要来一局？好啊。我输了。你可知道，你刚刚赢的是一位全县围棋大赛冠军。哦，没关系，别灰心，刚刚赢你的可是世界冠军。世界冠军？
你就是苏媛，我是你的偶像。哦不，你是我的偶像，我特别崇拜您。哦，哎，你刚说我有一步下错了，不知是哪一步？你看啊，右上角的星位，向右第9路，向上第3路，而你却下到了第4路。对不起，我答应过要照顾你一辈子，让你和小鱼儿过上好日子，我却食言而肥，没能做到，让你一个人孤苦伶仃撑到现在。你什么都不用说，我都明白，是我对不起你。我既然回来了，就不会再让你忍受分离之苦，而且我会想尽一切办法，一定会让你康复的。你是奇怪我为什么没有变老，反而变成了一个孩子，对吗？这件事讲起来确实过于离奇。你听说过烂柯棋局吧？我遇到了同样的事情。大姐二姐，我怎么感觉苏哲好像和外婆很久之前就认识，而且还很熟的样子？是，其实我也有这种感觉。圆圆，你呢？我不仅有这种感觉，似乎还发现了一个大秘密。什么？虽然我们没有见过外公，但是外婆的房间里有他的照片。你们有没有发现，他的眉宇和外公特别相似？是有些相似，要不是年龄不同的话，我都觉得是同一个人了，是吧？问题就出现在这儿啊！啊，我明白了，二姐的意思是说，苏哲就是我们那位9届世界围棋冠军的外公，苏源。想什么？打我干什么？都被打傻了。外公现在就算没死，也有80多岁了，怎么可能是个10岁的小孩？你说的也是，那你什么意思呢？真相只有一个，他10之8九是我们的表弟，也就是说，他极有可能是外公在外生的孙子。表弟？对啊，我是这样猜测的。外公当年并非失踪，而是被人贩子拐到了缅甸，在那里搞电信诈骗呢。说重点，我这不是说着呢吗？后来他逃出了园区，在那边重新结婚生子，直到打听到外婆的消息，而他自己却来不了，所以让他的孙子前来传信。你要是单纯聊天，怎么可能把我们赶出来？你这猜测太离奇了，没人会信。我信，所以他才能这么轻易的破解玲珑棋局啊。或许真是外公教的。对呀，放心吧，从小到大，我的推理课一直都是满分，从未错过。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这个消息还是先不要告诉小弟了，我怕他会接受不了。他本来就是收养的，若是现在知道苏家出了一个正儿八经的孙子，肯定会不高兴。谁不高兴？外婆，你没事了？莹莹是吧？帮我收拾一间屋子，从此以后我要住在这里。另外，给我准备几件生活必需品。不好意思，这里是苏家的主宅，不允许外人居住。好，我这就给你安排。小姐，这是小姐，能让他住在私宅，好，我猜对了吧？大姐，我还是不相信，要不你问问。外婆，他住到这儿，我们倒是没意见，但你能不能跟我们说说，这小神医到底是谁，又是什么来历？他是我朋友的后辈，叫苏哲。对了，你的身份要如何与莹莹他们解释啊？如实以告便可。难道他们还能不认？这件事太过离奇呀，我现在说不出话，没办法解释，不如等小云回来，让她决定。啊，但你一个人解释，怕很难让这3个丫头信服啊。好，听你的。刚好我想以外人的身份看看他们的心性。苏哲，朋友的后辈啊？以后他在苏家常住，
他的话就是我的话，不能违背。你们要像对我一样的尊重。外婆，就算他是……好的，外婆，我知道了。我和妹妹先走了。外婆，这苏哲正是上学的年纪，要是长时间住在我们家，上学的事怎么办？既然重新回来，就要融入社会，不能太过突兀，不然麻烦会越来越多。我暂时没有户籍，你让人帮我上了，然后我办理一下入学。好。大姐，外婆，苏哲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这些孩子很听话，琪琪，你教育的不错。不是，你们两个有话不能直说吗？非得搞得这么鬼鬼祟祟的。是二姐找你。大姐，你也看到了，我们的猜测全都是对的。外婆对这个家伙的行为颇为奇怪。你们说，外婆该不会是想让苏哲继承苏家的家产吧？这外婆与母亲的关系一向紧张，收养苏星也是为了给外公留个男丁。现在亲孙子回来了，继承产业，这也无可厚非啊。对啊，但是我们得确认他100%就是苏家的人才行。你的意思是？我偷偷拔了一根苏哲的头发，待会儿就找人去做亲子鉴定。不是，你跟谁做呀？我们只是表兄妹，这结果也不准确啊。当然不是跟我吗？看这是什么？当当当，这个是我从妈妈那里找来的。你们要拿他的头发跟妈妈的 DNA 做对比？嘘，如果他真的是外公的亲孙子，那他和母亲便是姑侄。就算是不做亲子鉴定，准确率也可以达到95%，足以可以确认身份。而且我在农科院做，明天就能出结果。对了，一定要悄悄地做，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头发也不要标注名字。咱们苏氏集团的状况，你俩又不是不知道。万一被人发觉了，出来个私生孙，肯定会被对手针对的。放心吧，我让老师用实验室的器材悄悄地做，没人能发现。不愧是信息时代，经过一夜查询，不仅弥补了半个世纪的时代隔阂，而且服用蟠桃后，不仅反应速度增快，还过目不忘，记住了很多前所未有的新知识。苏哲少爷，车已经准备好了，今天第一天上课，不能迟到哦。好，你先出去，我随后就到。老夫人吩咐让我寸步不离的把你送到学校。哎呀，那不用，你先出去。是。不对呀，怎么他一句话我就直接吓得离开了？面对这位小少爷，似乎比面对老夫人的压迫感还要大。哎，这是你们大小姐给我安排的学校？对啊，你今年10岁，刚好小学4年级。我堂堂世界冠军围棋9冠王，还上小学？安排一下，我要上大学。上大学需要高考或者特招，这2样啊，必须得先上高中。那我就要上高3。这要请示一下大小姐。哎呀，不用，我自己上，我可以做主。哎，好吧。想进高中需要入学考试，就算这位苏哲少爷聪明，但看到高3课程的难度，肯定会知难而退，届时再送回来就行。徐老师，怎么来了个孩子？你的？嗨，什么我的？听说是要跳级到高3，这不是赵老师正在检测吗？跳级？这么小就上高中了？小学4年级。4年级跳高3，这不胡闹吗？随身跟着管家，这些大家族子弟还真是想一出是一出，真以为有点天赋就是神童了。10岁就想着做高3的数学试卷，做梦！是啊，这家族子弟确实有更好的教育条件，不过这年龄也太小了。再说这数学又是天赋性的科目，我看这2个小时啊，肯定做不完。谁说不是呢？4个小时、5个小时，我谅他也做不完。我做完了，还不到15分钟，这么快？啊？做得快又怎样？肯定全错了。
全做对了，满分，竟然是满分，天才，绝对的天才。这次试卷可是竞赛级难度，连我们都不一定能全做出来。一个孩子，不仅做完了，还全对，这怎么可能？高3的题你都会做，苏哲少爷也太厉害了吧！苏哲，像你这样的天才，正是我们学校需要的。我们高3 7班欢迎你。哎，我们学校最厉害的不是1班吗？我是1班班主任，想进我班，只数学好没用的，英语需要考到110分以上才行。你能做到吗？英语，以前去国外比赛，貌似学会一些。我想试试，有试卷吗？这是今天刚刚考过的竞赛题，需要掌握极大的词汇量才能做，全校最高130分，不求你考这么多，能到90。我就热烈欢迎。下乡的时间太久了，本来学的不多，现在已经忘得差不多了。有英语词典吗？哦，我有。马上考试了才想着看词典，是不是有些太晚了？考完了，看了一下就答题。哎呀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都记住了呢，少在这装模作样的了。英语词汇需要长时间积累，临时抱佛脚没用的。切，我答完了。这题对了，这题对了，这题也对了，全对了，都对了，又是满分，怎么可能？看了会儿词典，便记住了所有的单词，果然是天才中的天才。我们1班欢迎你。不好意思，我去7班。好，7班欢迎你。你看这题吧，你看这个啊，这个就是这样写的。题这么难，新哥都能考120，简直就是偶像。对啊，星哥不仅数学好，英语还考了130呢，全校第1。哎，没什么，就是洒洒水，不是因为题难，而是因为这个学校里吧，实在一个扛打的都没有。是啊，谁让我新哥这么无敌？对呀。同学们好，这是我们班新转来的同学苏哲，大家欢迎。转校的同学吗？不是，老师，小孩吗？你没搞错吧？这不是个孩子吗？让一个孩子跟我们做同学，咱们学校什么时候这么儿戏了？苏哲能进入我们班是通过检测的，昨天刚考的那套竞赛题，他数学、英语全部满分，全校第1。满分？这比星哥还高啊！岂不是说星哥连个小孩都不如？用你最快。苏哲，你坐到林秋旁边那个空位上。好了，开始上课了。这么难的试卷，好了，大家把试卷拿出来。今天我们开始讲这套试题。这么难的卷子，一个小学生能考满分？开什么玩笑？肯定是作弊了吧？250。你骂谁呢？我说这道题的得数是250。不可能，这道题我已经演算了3遍，怎么可能错？大家看试卷的最后一题，答案是250。啊？怎么可能有人算得这么快呀？讲这个试卷的话，应该对我没有吸引力了，还是刷刷手机，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知识可学吧。老师，新来的同学不好好听课玩手机。苏哲，老师，第1道题你讲错了，对收敛阶数估计有误，应该用极限比较神联法，可快速得到正确答案4n。开什么玩笑？赵老师可是燕大的数学硕士，怎么可能出错？对不起，确实是我讲错了。这里用极限比较神联法确实更加合适。第2道题用拉格朗日乘数法，而不是均值不等式，这样容易忽略等式成立条件，增加题目复杂难度。对，你说的对，是我失误了。那现在还需
需要我看黑板吗？不用不用，你玩手机就行了啊。蔡伟，在课堂上捣什么乱？还不出去站着去！我，好吧，我出去站着。哼，可恶！哦，作为围棋全国，竟然输给邦国，既然看到你就参加一下，顺便看看现在的围棋达到什么水平了。既然网上下围棋，自然要有我，不能叫苏哲，不能叫苏源，苏哲就叫横扫棋坛。哎，不行，太嚣张了。算了，那就叫横扫天涯吧。苏哲同学，我是不是哪里又讲错了？苏总，再找不到对策，不仅公司名誉扫地，大夏也会被邦国嘲笑。这朴一班就是为了羞辱我们而来。公司这些年培养了这么多高手，就没有一个人能够胜过吗？全部一败涂地，我们无能为力。苏总，三小姐今天举办了线上棋王大赛，说是寻找隐藏的棋王，为您解决麻烦。曼曼就喜欢胡闹，这种小级别的比赛怎么可能吸引来真正的高手？不用管他。既然我们集团没有高手，那就高价聘请。云城不是有个叫时光的很厉害吗？把他请过来。对啊，时光可是有个连续39场不败记录。这个苏总，诸位，我打断一下，时光刚刚在棋王大赛上输了17目。这8目为略逊一筹，15目为大败，这17目算是溃败了吧？出手的人是谁？楚莹还是于小阳？是个新注册的账号，以前从未见过，估计是他们2人的马甲。都不是，因为楚莹和于小阳刚刚也输了。这怎么可能？他们2人可是我大夏最厉害的9段高手。这个新账号叫什么名字？横扫天涯。去，一定要给我找到这个叫横扫天涯的人，不惜代价也要把他给我请过来。是。与汉钟离大战，棋艺不仅精进一大步，而且打法和以前完全不同。只不过在网上下棋太没意思了，连下20盘，一个高手都没有。回家。星哥有话跟你说，跟我走一趟。滚！完了，蔡伟一向脾气不好，这样和他说话，这个新生简直自己找麻烦了。好嘞，我这就滚。不对呀，我不是要带他去找星哥吗？怎么突然走了？臭小子，你刚才对我做了什么？不道歉，就让你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。啊，不好了，他要打人了，快去告老师。星哥，那小子竟然在成绩上超过你，真是不知死活！我让阿蔡把他喊过来，好好给他上一课，把他右手废了，让他短时间写不了字，考不了试，别弄死了。我懂，就跟上次一样，乖乖比你分低，专心做绿叶就行。全校第一的水很深，我怕他把握不住。星哥，蔡伟和刚来的那个小学生在教室打起来了。打起来？我看是这小子单方面的挨揍吧。星哥，这小子不守规矩啊。走，去看看。我倒要看看一个什么小学生怎么敢跟我较劲。走走。是不是你让蔡伟去找苏哲麻烦？我告诉你，他要是出了什么事儿，我一定把这件事告诉你3个姐姐。不是啊，赵老师，我冤枉啊！我好学生，我怎么能做这样的事啊？老师，快走吧，再等一会儿，我怕苏哲就被打残了。苏哲，苏哲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蔡同学突然觉得困，然后就倒在地上睡着了。困了？你少在这儿胡说！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？老蔡，老蔡！我怎么躺在地上了？哎，快醒醒！哎呀，好疼！快！这小学生说你自己摔倒了，睡着了。臭小子，
我是星哥的人，你敢动我，就不怕星哥报复吗？这还差不多，还算识趣。这么好的时代，这么好的教室，这么好的教育资源，你不好好学习，搞什么黑社会，搞什么校园霸凌，哪有学生的样？今天我就替你家长好好教训你。我今天就教训教训你。老三，你实话实说就行，星哥会给你撑腰的。老陈，信哥，赵老师，我真是自己摔的，千真万确，不该造化。你是说你自己摔出来2个巴掌印？对。既然不关我的事，那我就先回家了。小子，敢伤我的人，你会死得很难看。再说一遍，我劝你最好老实点。我不管你谁家的少爷，我可不惯着。我竟然被一个小学生下手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苏哲同学，你要小心苏星，他可能会对你报复。报复？是啊，上次一位同学考了全校第1，他就找人在对方回家的路上摔倒碰瓷，最后赔得倾家荡产，被迫退学。还有一次让人打断了对方的双手，3个月都不能写字。听说他好像是某个大家族的大少爷。我就说这么多，你自己小心点啊。好，谢谢你的提醒，我一定会小心的。苏星，希望你别再找我的麻烦。如果你非要来，不管你是哪个大家族的子弟，我都不会轻易放过你。星哥，我们先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好。你自己去医院治疗一下吧，我先回家找我三姐给我出气。好，星哥，你怎么走？还用说吗？肯定是孙管家来接啊。苏星少爷，今天我有事。好的。孙管家今天有事来不了了，我自己打车回去。星哥，那你是不是孙管家？不接我，接那小子回去，怎么回事啊？孙管家，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专业类的书籍？苏哲少爷学习这么好，一定是想找医学类或者大学课程吧？不是，我想找的是桃树的培育与种植。这个，农科院应该有。其实啊，可以找二小姐。圆圆。是啊。二小姐不仅是大学教师，还是农科院的研究员。苏哲少爷，去不去？过去看看。好嘞。小苏，怎么样？老师，这段时间我研究出了30多种营养液，这颗种子没有一点反应。这可是远古石炭级的水木种子。若是可以复活，对研究古植物有着重要意义。不过实在是太难了，学院几十位教授都无功而返，你也别太灰心。是。哦，对了，你昨天不是拿了2根头发吗？ DNA 鉴定结果出来了。啊，在哪里？圆圆，有一个人找你，说是苏家的孙管家，还有一个叫苏哲的孩子。他们来这儿做什么？亲子鉴定本来就是悄悄做的，绝对不能让苏哲知道。谢谢吴教授。老师，麻烦您把鉴定结果找人送到我的办公室，我先去看一下。好，快去忙吧。哎，你们农科院最厉害的专家是谁啊？当然是车朝阳院长了。车朝阳？对，他是大夏农科院的泰斗，培养出了无数优良品种，国际上都赫赫有名，真正的国宝级科学家。
哦，你们在这里等一下，苏老师应该一会儿就来。若是能让他培育，或许就能成功培育出贤达。不要碰！这株坎皮恩花濒临灭绝，被称作植物界的奇迹。我们农科院侥幸弄了一棵，很可惜，用了很多手段都不能养活，因为上面有刺，怕人误伤，才严禁触碰。你没事吧？我不是故意的。不对，他怎么突然开花了？是你让他重新复活的吗？我没干什么呀。难道是我服用了王母娘娘的蟠桃？血液中蕴含的是死而复生的力量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这么多年，多人研究都没有成功，你一触碰，它就绽放异彩，简直是天生的农业科学家。有没有兴趣做我的学生？苏哲、孙管家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啊，车院长，不好意思，这个苏哲是我的亲戚，应该是有事找过来。他不太懂规矩，应该没有冒犯到你吧？没。车院长，你就是车朝阳？你瞎说什么？车院长的名字也是你随便叫的，他可是我们大夏最有名的农学泰斗。别说我，就连我的导师辛教授也没资格拜他为师。名字而已，本来就是让别人喊的嘛。原来你叫苏哲，刚才说的话要好好考虑一下，做我的学生还是很不错的。那我好好考虑一下。车院长要收苏哲为学生，苏哲还要考虑一下，这我没听错吧？那你就认真考虑成为我的学生，可以随意使用农科院的最顶级的实验室，培养想要的任何植物，可以接触到更高的科学知识。更重要的是，可以特招让你在这里上学。这多好的机会啊！你别犯傻。车老师好。好。这里是大夏最先进的培养实验室，可以模拟地球的任意环境，也可以随时调整温度、湿度以及氧气浓度。你想培养什么？告诉我，我帮你弄。我想培育这个。你用最顶级的实验室、最顶级的科学器材培养一棵桃树，你不觉得很浪费吗？我怕即使有这样的实验室，也培养不出来。桃树是最简单、最容易种植的植被之一。这棵桃核怎么感觉蕴含着比水木种子更古老的气息？我用赤沼土试试。小苏，你干什么？赤沼土采自火山深处杜土层，全世界都为数不多，用来种桃树不是浪费吗？还有，这个孩子从哪儿来的？农科院核心实验区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带过来的。什么？我车朝阳的学生什么时候连实验室都不能进了？学生？他是你学生？不错，车院长。可我想拜你为师，你始终都不同意。我想收这位学生，还要跟你请示吗？不敢，就是觉得他只是个孩子，怕耽误了院长你研究。这颗水木种子是前些年从喜马拉雅山冰层里挖出来的，拥有极高的活性，可却始终研究不出。如果你能让它发芽，我就承认你有做车院长学生的资格。而且以后我的实验室，你想怎么用就怎么用。辛老师，这颗水木种子虽然活性高，但是距今已有2.5亿年，农科院的许多教授都研究未卜。他只是一个孩子。如果坎皮恩花突然绽放，是不是血液的缘故？还未证实。若是也能让这个水木种子发芽，就说明是对的了。你是什么事啊？我研究了1年都没研究出来，丝毫没有头绪，你怎么可能做到？我还是第一次见用血液培养种子的。车教授，这孩子半点科学常识都没有，简直就是胡闹。发芽了？什么？一滴血液便让我们试验过无数次的种子重新生长？这怎么可能？他是怎么做到的？车院长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7年前的种子都能如此轻易的复活，似乎收了这个学生，老师的梦想真的可以实现了。一旦培育出生长沙漠中的杂交水稻，大家所有人都将远离饥饿。
陈院长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应该是血液中的某种激素与生长因子激活了髓木种子的代谢，才让它重新发芽。至于什么原因，秦教授，你马上抽取细胞液，采集土壤，进行全方面的分析。好，多谢你啊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培养思路。只要能研究透血液中蕴含的微量元素，对我们农科院绝对是一次巨大的跨越与进步。柯老师客气了。果然可以，就是不知道这个能不能出货。果然可行，不过生长太慢，没水木种子那么强。不过这也足够了。等它长大结出果实，我就可以给琪琪治病了。哎呀，三姐，这事儿你真的给我做主啊？好，好，好，给你做主，说吧，要我怎么帮你？就很简单，你看，把他们家住址找找，然后他们家里面有谁，找着就行。怎么，你还要找到别人家里报复？没有啊，他今天刚把蔡伟打伤了，这种有暴力倾向的人，你把他抓住，是不是也对社会有贡献？真的？当然是真的，千真万确。那行，你把他的名字报给我，我帮你查。他叫什么名字？他叫……哎，不是，他怎么在我们家呀？哎，哦，你说苏哲啊？对啊，昨天来的，之后会一直住在这里。怎么，你们认识啊？不是，三姐，他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有暴力倾向的人。来啊，把他给我赶出去！孙管家，他是谁？他是先生和夫人领养的小少爷，苏兴。小少爷为了当第一威胁同学，为了报复恶意陷害，这可真是我的好外孙啊！不是，都不动手是吧？啊，信不信本少爷把你们给开除了？今天你谁都开除不了。嘿，我就奇了怪了，这是在我家，本少爷开除个谁关你屁事啊！再说了，你做客也有个做客的态度吧？再这么嚣张，信不信我把你扔出去？那得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哼！哎呀，这给脸不要脸！三姐，看到了吧？这小孩没规矩，不赖我吧？小弟，说话注意点。苏哲不仅是外婆的救命恩人，还破解了外公留下的玲珑棋局，是我们苏家的贵宾。我管他是不是什么贵宾不贵宾的，我在学校里面我还顾及他3分，现在在我家了，他还跟我呲牙咧嘴。我告诉你，我让你知道谁是这个家里面的老大。小弟，你要做什么？唉，之前在想，谁家少爷这么无理，原来是自己家的，那我就替你外婆好好教训一顿。哎，你敢打我，我杀了你！哎呀，你真敢打我？不是，三姐，你堂堂执法队的队员，你就看着暴力行为，你就啥也不管吗？苏哲，你，我这是在教他规矩。我告诉你，我三姐肯定不会听你的，等着吧你。好吧。不是，三姐，你就眼睁睁看着你弟弟被外人打吗？那我闭上眼睛。孙管家，救我！哎呀！苏哲少爷，这是家规。孙管家，救我！哎呀！我让你欺负同学，让你校园霸凌，我让你没有规矩，让你不尊重长辈。你真敢打我！你等着，我大姐回来了以后，把你的手脚都打断，给你扔出去。要把谁扔出去？大姐，这家伙打我，你可得给我做主啊！外婆，我可是你最疼爱的孙子，你总不能看着我被打吧？老夫人说，苏哲的话就是他的话，苏哲要怎么打就怎么打。你到底谁呀？外婆都这么听你的。
终于忙完了。小苏，这是你昨天的亲子鉴定。多谢老师。你提供的2根头发虽没标注身份年龄，但可以确定存在亲子关系。亲子？难道不是亲属关系？当然不是，后面不是写了吗？99.99%确定亲生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不行，我要回去告诉大姐和三妹。老师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好。这次只是让你知道，苏家只是唯你安身立命的本钱，并不是你为非作歹的依仗，记住了吗？好，我记住了。记住，如有再犯，我会把你赶出苏家。管家，把人带下去吧。小少爷，我告诉你，你给我等着，别看着外婆和大姐宠着你，等我爸和我妈回来了以后，完蛋了！你怎么来了？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好好休养。我想出去转转。那好，我带你出去走走。我怎么感觉这个苏哲不像是我们的弟弟，反倒像是我们的外公？哦，我就瞎说的，我瞎这么感觉。其实我也有这种感觉，就好像他在这个家里面无论做什么都理所当然。喂，怎么了？二姐说亲子鉴定结果出来了，让我们过去找她一趟。好。有什么事不能回去说呀？非要在这儿说？能？怎么？难道苏哲不是外公的私生子？你翻到最后一页。确认亲生？这怎么可能？还真是，妈妈的头发跟苏哲的头发有亲子关系，那岂不是说苏哲就是妈妈的亲爹，我们的亲外公？哎呀，你又打我干嘛？这上面写的嘛，我又没瞎说。你说话之前不能动动脑子。三妹，你别怪大姐打你，你的确不动脑子。虽然这报告单没写名字，但凡有点常识、有点推理能力，都能猜出苏哲是妈妈的儿子，也就是我们的亲弟弟啊。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？不对，那如果苏哲要是妈妈的亲生儿子的话，妈妈为什么一直不把他接回家？那爸爸他知道吗？从未接回来，也从来没有听他们提过，所以真相只有一个。什么？苏哲是妈妈流落在外的私生子。这个猜测有道理。妈妈糊涂啊！琪琪，你放心吧，我已经找到治疗你的方法。这几天你乖乖听话，按时吃药，我会把欠你的49年一天不落的还回来。什么情况？我是不是看到不该看到的？孙管家，什么事？老夫人，苏哲少爷，夫人和先生回来了，正在客厅。什么？小灵儿她回来了？走，回去看看。当初我不同意小云和陈墨寒的婚事，母女间产生了一些芥蒂。尽管她生下了莹莹、圆圆他们，苏家的这个老宅依旧很少踏足。你的意思，你们的关系不算太好？也难怪你昨天病重，随时都可能死亡，她都没回来，这丫头欠管教。这是我们母女间的事，你就别掺和了。她之所以叛逆，
也和没有父爱有关。你见到后，好好与他相处，就当不知道这些。我没多少日子可活了，不要影响你。你呀，就知道为其他人想太多，从来不为自己想。也罢，我失踪这么多年，确实没有资格教育女儿，而且也不明白具体发生什么，就先当不知道吧。走吧。哎呀，爸妈，那小子压根儿就没把我们苏家放在眼里，更没把你们俩放在眼里。你是说，一个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家伙，不仅打了你，还要把你赶出去？是啊，爸妈，你们得给我做主啊！这不应该呀，客人跟主人动手。那岳母平时这么讲规矩，一个人愣没管管，肯定是杏儿她弄错。什么弄错了呀？我看呢，就是母亲老糊涂了。杏儿从小到大都是个乖孩子。再说了，就算是她犯了错，也有我这个做母亲的去管教，哪轮得着她一个外人去对我们杏儿动家法？这，小云啊，你别生气呀。这个事儿肯定是妈觉得我们这段时间回来的少了，有点生我们气了，所以啊，才故意借着这个事情提醒我们一下。提醒我可以直接来告诉我，对不对？哪能这样随便打孩子？看把我们杏儿打的！不问缘由就胡乱猜测，是不是有些武断啊？爸妈，就是他打的我，他叫苏哲。这个人的容貌怎么跟我记忆中的父亲一模一样？可能是我记错了。啊，不可能！我父亲已经失踪这么多年了，再回来，不可能是个小孩子，可能是我搞错了。妈，唉。琪琪，小云儿，我回来了。爸爸，你的小鱼儿累了，不学打谱行不行？当然可以啊，既然累了，爸爸带你出去玩好不好？好。别被妈妈发现了，不然又一阵唠叨。走。苏媛，你一天到晚就知道宠丫头，打谱嫌累，学习嫌苦，农活不干，学习潦草，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才能够继承你的棋艺？琪琪，能学啥样就学啥样呗。再说了，我的乖女儿，我当然要宠了。小鱼儿，走，爸爸带你出去玩喽。真没想到，才分开50多天的小丫头，不仅结婚生子，还满头白发，变得这么苍老。啊！苏哲看到妈妈这么激动，看来我猜对了。二姐不愧是当代福尔摩斯，慢慢服了。你怎么还哭起来了？哎，你不要脸！你打我的时候我都没哭，你凭什么哭啊？可能是害怕我们呵斥，所以故意示弱。不对啊，这么小的年纪，不应该有这么深的城府啊！哎，肯定是我搞错了。闭嘴！你让谁闭嘴呢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苏哲是吧？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吗？你为什么要？小云儿，苏哲少爷喊夫人小云儿，我怎么觉得脑子糊涂了呀？自从我父亲失踪之后，已经有49年没有人这样喊过我了。我是苏总，我们可以单独谈谈吗？不行，爸，这小子贼会骗人，他已经把外婆骗了，现在还把大姐、二姐、三姐都骗了，还要用同样的方式骗妈，你肯定不能上当啊你！没错，他把杏儿打成这样，不管他有什么理由，都该严惩。小袁啊，你看我这也是为了苏家的颜面啊！啊，来人，把这小子给我拿下！你们谁敢？妈，
这你会说话了。外婆神经受阻，情绪大的时候还能说上一两句，平稳的时候还是难以开口。除非她的情绪大到无法控制，不然不会像正常人一样顺畅交流。好吧，妈，我知道了。昨天是这个小神医救了你，为了报答他的救命之恩，我们让他留在我们苏家，这个无可厚非。可是他也不能无缘无故的打人吧？这就不对了。莫寒说的不错，如果一旦我们不管的话，我们苏家的颜面何在？今天不管你说我是忘恩负义也罢，你说我不听话也罢，我肯定要好好的教训一下他。对，就得教训一下，无缘无故的打我，孙管家他们都能作证。我和小鱼儿解释。你觉得是我无缘无故殴打苏星？我只是想知道事实。这样吧，看在你救了我母亲的份上，你只要跟星儿道个歉，然后主动离开我们家，我可以不跟你计较。那如果我拒绝呢？那你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来人，把这个苏先生赶出我们家。妈，你不能这么做，所有人都可以赶苏哲走，就你不行。为什么我不行？因为难道我这个外孙女猜出来了？也对呀，能掌控苏氏集团，必然聪明绝顶，肯定是看出些什么。因为苏哲是你的亲生儿子。啥？什么？苏哲少爷是夫人的儿子，我怎么觉得更糊涂了呀？你胡说什么？是啊，莹莹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我一共就生了你们3个孩子，外加我收养了一个星儿，我怎么可能又冒出一个亲生儿子？妈，我知道你不想让爸知道，既然话都说开了，那就都别隐瞒了。我隐瞒什么了？苏云，你这是你孩子？你喊你个头啊！我生没生几个，你心里没数啊？对呀，你就生了咱们3姐妹啊。那不就得了？你既然知道，我哪儿冒出来一个亲生儿子？妈，你快别说了，再说一会儿万一真有咋整？真有什么呀？你们是不是都搞错了？二姐，好吧，妈，这是你和苏哲的 DNA 鉴定报告，你自己看吧。不，这不可能！怎么会是我的亲生儿子？啊！这不可能！我没生啊！你真背着我生了那孩子？我没。谁的？说谁的？荣盛集团林总，盈熙集团樊总，还是小默默的李总？谁的？爸，什么林总、樊总、李总的？我妈还不能有朋友？这是朋友的事儿吗？你这够了！苏哲不是谁的孩子，而是你们的外公。外公？咋又成外公了？我的脑子要炸了！妈，你是说他是我爸？对呀，能说话了，太好了！妈，这到底是咋回事啊？哦，我明白了，我终于明白了。莹莹算是废了，还是圆圆的第一时间就废。不愧是你和圆圆。外婆，你糊涂啊！糊涂？就算是苏哲救了你，你也不能以身相许啊！他还这么小，还没有到结婚的法定年纪，你们不合适。再说了，忘年交是不被认可的，我不同意。外婆，我也不同意，我是很尊重老年人自由恋爱的，只是你们俩实在不般配。你们瞎说什么？外婆，这是真的吗？真你个头啊！他是啊，刚刚恢复，还是我来说吧。唉，圆圆也废了。孙管家，啊，你们先出去。孙管家，你也出去吧，刚好帮我办件事情。啊。现在允许我重新介绍一下自己，
我不叫苏哲，我叫苏媛。苏媛，我那位失踪了49年的外公苏媛。不错。我就是你们口中的苏老爷子，也就是9届世界围棋冠军苏媛。你是说，当年你出去买菜，遇到了一个神仙局，然后你跟汉钟离、吕洞宾下了一盘棋，一直到现在？对。再然后，他们就给了你一个蟠桃，你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模样。是的。是什么是啊？这根本就不科学嘛！我长这么大，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什么返老还童的东西，更何况还有什么神仙？你不信？好了嘛，我呢，不像你这么固执。当年你不同意我和墨海，我呢同意你们俩。毕竟只要是真正的爱情，就不存在年龄的限制。是啊，外婆，我们也同意。你喜欢就好。年龄不是问题，喜欢就好。你们这是把刚才我的话当耳旁风啊！不是外婆，不是我们不愿意相信，这根本很难让人相信吧？我可以理解你为了爱情撒谎，但这故事也要编得像样一些吧？您这样说，真的没有人会相信吗？哎，我信。妈妈，大姐、二姐，你们忘了亲子鉴定的事吗？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何苏哲跟妈妈的鉴定为亲子，也只有这样才能解释苏哲为什么会破解外公留下的玲珑棋局，更只有这样才能解释苏哲为何能打趴我们苏家所有的保镖。你这样说，他真是我们外公？没想到关键时刻平时不靠谱的丫头竟然最靠谱。我还是不信，我爸爸怎么能成了一个孩子呢？你还记得第一次打谱吗？那时我给你讲的就是烂柯仙的故事，然后给你摆了个争吃的棋形。小鱼儿，爸爸给你讲的烂柯仙的故事好玩吗？好啊好啊，我还想听。还要听的话，就要学会围棋。你看啊，这就是仙人下的棋诀，也叫争吃，俗称拐羊头。拐羊头，拐羊头。爸爸，我要学。好，来，爸爸教你。苏媛，你第二次打谱是黄莺扑蝶，你嫌累不想学，于是带你去田里玩。你真的是我爸？我爸回来了。我回来了。爸，你真的回来了。回来了。哎呀，到底什么情况？我真的要疯了！苏妍啊，你不会真相信这种随便编的一个故事吧？有没有一种可能，这小孩是为了夺苏家家产才故意这么说的？故事可以编， DNA 做不了假。可是，没有什么可是，他就是我父亲，我爸爸身上的味道，我永远记得，不管经过多少年，我都忘不了。这就是我爸，我爸爸真的回来了，我爸真的回来了。爸，这是我的3个女儿，也是你的外孙女，你们都认识了，我就不介绍了，赶紧叫外公。叫啊！外公，你一直没回来，我们对外宣称你失踪，实际上都认为你已经遇难了，就让小云供了一个。应该的，不过既然我回来了，那就取掉吧。孙管家。是。
你们3个过来拜一下吧。是，外公。哎，岳父，爸，嘿，那个杏儿是不是也该去上个香了哈？虽然不是我和小云亲生的，但这些年一直都是当亲儿子养的。我想他也应该有资格给祖宗上个香。想祭拜，那就背一下苏家的祖训，背出来就可以祭拜。好啊，这个我还是教过他的，快给他，我给你外公背，好好背。我不会啊，不会。背是背过了，那么长时间了，都不记得了。妈妈，你背一下。3姐一向的大哈，肯定也背不出来。是。吾苏氏子弟，当以厚德载物，诚信为基，不妄言，不诈伪，不逞强凌弱。圆圆，你来。心如明镜，形如松柏，凛然正气，不可夺也。莹莹，你来。慎独修身，谦和待人，遇贫贱不轻，逢权贵不谄。他们都没忘，你倒是忘得很干净，很彻底呀。哎呀，父亲，你看星儿还小嘛，有点贪玩也正常。我回去就让他背，让他背1000遍10000遍，保证背得滚瓜烂熟。你放心。背族规容易，守族规难。苏氏子弟当以厚德载物，忠信为基，不妄言，不诈伪。苏星，这些遵可否？我回答我。星儿，没事吧？哎呀，父亲，他还小嘛。出去！爸，你给我出去！快出去！怎么？是，起来。爸，你是不是对星儿太严厉了一些？毕竟她年龄还小。云儿，年纪小，不是做坏事可以免罪的理由，明白了吗？孙管家。夫人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这些年苏青少爷在学校做过的事。这些都是星儿干的。夫人，这些年只要有资格与苏青少爷争第一的人，要么被送进牢里，要么被打进医院，要么被迫转学，而且他还欺负女孩子，导致流产。这些为什么我都不知道？郭爷负责处理的。莫寒一向对孩子都很严厉。有一次，圆圆犯了错，被他罚站1天，滴水未进，差点晕倒。还有曼曼，跟同学打架，被他关进了小黑屋。曼曼看起来很阳光，实则是最害怕黑暗的。不，这里面肯定有误会，肯定是误会他。我要去问他，我要去问问他。怎么了？这苏星怎么回事？不是已经有莹莹他们了吗？怎么还要另养一个啊？莹莹和圆圆，不管怎么说都是女孩子。莫寒的意思，苏家家大业大，应该由男孩子来继承。而小云生了曼曼以后，遇到了一次车祸，虽被救回，但身体受到极大的损伤，已经不能生育了。他们就领养了一个。车祸？是啊，苏青是莫寒带回来的，当时已经6岁了。他父母早亡，孤苦无依，到现在已经12年了。小云刚遭遇车祸不能生育，他叫顾继一个来继承遗产，恐怕事情没这么简单。
孙管家，从今天开始，停掉苏欣、陈墨涵的所有银行卡，并调取他们的大额经济往来。是。苏媛呐，墨涵虽然是上门女婿，可是一向老实本分，你难道怀疑？但愿我想错了，不然小云儿她会很伤心，很难过。车老师好。什么？你说我的桃树出了问题，随时都有可能死亡？好，我马上到。我真服了。行了，摔东西算什么本事？我从小怎么教育你的？啊，感觉受到了屈辱，那就100倍的还回去。不是，就他还是苏家老太爷，然后只有10岁，寿命比我还长。哎，爸，你不是说了吗？那老太婆死了以后，股份就全都给我们呀。那现在怎么办嘛？你不会真相信他是苏媛吧？都认亲了，他都认亲？认亲只不过是他们争夺家产的手段罢了。你以为随便找个小野种，再编些不着边际的话，就能空手套白狼？做梦！爸的意思是说，那小子是假的？当然，什么汉钟离，什么吕洞宾，说出去狗都不信。可恶，竟然骗我！咱们现在怎么办啊，爸？既然他们已经开始找演员了，说明不想让你继承家产。既然这样，哼，那我们只能先下手为强了。放心，你老爸我早就准备好了。不出意料的话，苏氏集团很快就要陷入陷阱里面了。哼，至于你，这2天给我老实点，好放松他们警惕，知道了没有？行，知道了，爸。没用的东西。星儿，小雨，你咋回来了？妈，这些是不是你干的？竟然调查的这么详细，看来爸说的对，他们这是找理去选我继承人的资格。妈，我知道错了，那些都是蔡伟他们蛊惑我的，而且爸刚刚已经教育过我了，我发誓我以后绝对不会再做这样的事了。而且，妈你也知道，星儿从小就没有爸妈，所以我就特别注重友情，所以才会被他们蛊惑的嘛。妈，你就原谅我嘛，求你了。小月，你看星儿她从小就没有爸妈，所以她缺失父母的爱，她才会做这种傻事情。刚刚我已经狠狠教育了海河，海答应从今往后再也不会犯这种错了。不是，你放心，不是他在做不在做的事，是这次他所做的事情已经超出了道德的范畴，我必须得严惩他不可。妈，你打死我吧！反正我刚刚已经被打了一顿了，你没选好，那你就打死我吧。还有，妈，你跟我说的那些股份呢，我也不要了。我反正在这个家里面没有身份，没有地位，比不上别人是正常的。这些年我知道，岳母都看不上我也没什么奢求。可是星儿是无辜的呀！别打了，别打了。哎呀，好了，你别再打了，你知道错了吧？知道错了就别再犯了，知道吗？嘿嘿，你真是太通情达理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公司的事，公司股份的事，我会去找母亲再去说。你们2个就不要再说了，知道吗？只字不提。谢谢妈，我就知道你最喜欢我。这怎么回事？老师，你看，上午还好好的，
怎么现在变成这样了？应该是营养不良。晚上我来检查的时候就这样。我和车院长什么手段都用过，甚至也都割了血，结果一点作用都没有。割血？我们的血液没有半点效果，你的却可以让骨植物发芽。苏哲，难道你的血液有什么特殊？同样都是血液，没有什么不同。也对，不过我还是觉得有什么问题。苏哲，你的血液能让我化验一下吗？不行，绝对不行，他不会同意的。我同意。喂，苏哲，同意化验。不过，如果我的血液中化验出什么成分，希望车院长和农科院能帮我保密。那自然，那自然。没血液的持续攻击，桃树早晚都会死亡。而血液有限，或许只有研究出成分，才能将仙桃培育出来。果然不太一样，这血液里的活性要比普通人强上万倍。要是研究出成分，配制成药液，或许就能研究出我们需要的水稻品种。哎，老师的遗愿真的要在我们这一代实现了。遗愿？辛教授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老院长活着的时候，最大的愿望就是培育出可以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生长的水稻，让世界远离饥饿。虽然他去世了，但车院长以及农科院一直以此为目标，努力前行，只是始终没有什么进展。若是你血液中的成分真的可以培育出新的水稻品种，你将是我们研究所的恩人，世界所有挨饿者的救星。是啊，让世界远离饥饿，这……好了，我去忙了。圆圆，通知所有研究员回来加班，无论付出多大努力都要成功。是。本来一梦49年，进校园霸凌，进自私自利，以为时代变了，深信不古。原来，不管再过多少年，这个叫华夏的民族，始终都有人为大庇天下寒士，为了拯救更多人而放弃自我，努力奋斗。这就是中国人资里的善良与正义。经过一天一夜的查询，农业科学我算是彻底精通，为培育蟠桃种下了很大的基础。看来车院长收他为学生，只是看上了血液，其他的什么都不会，也帮不上。怎么样，院长？血液切片分割太复杂了 ，AI 虽然可以标注一些不同，但是错误率极高，而且很容易出现问题。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用人眼观察，人脑计算。大概需要多少人？变量太多，至少需要2万人不吃不喝3年才能完成。唉，看来我有生之年是完不成了。我来试试。你？探索性试验不仅需要极好的眼力、极快的反应、过目不忘的记忆，最主要的是还要拥有极其深刻的生物学知识。你一个小孩，你懂吗？你说的实验是通过氦离子束光镍，将单个红细胞锁定在纳米真空腔里，然后用阿秒激光脉冲，激发复合物的电子隧道效应。AI 的确很难精准，但我可以。这是全世界最新的科研结果，你居然懂？不过知道原理也没什么用，整个实验下来很麻烦的，一旦出错，哪怕只是1微克的差距，都要全部重来。我相信自己。在场这么多专家都做不到，你觉得会有人相信一个小孩子能完成吗？我相信。接下来所有的人员都要无条件的配合苏哲一起实验。院长，血液本来就是他的，大不了从头再来。所谓的实验不就是失败多了才走向胜利的？最重要的是，我第一眼见到就发现他是一个不符合年龄的睿智。他既然敢说出来，就一定可以。能让院长信服，外公真帅。
实验这么多变化和特征，无论是观察还是推导，都难如登天。苏哲他一个人竟然全部推演出来，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？先别开心，能推导出来未必所有的都正确。不错，这么多步骤，随便一个变量出现问题，都可能导致满盘皆输啊！正不正确？输入全部数据，让电脑模拟一下，不就知道了吗？是。好。60、80，太棒了！假的，2万人需要3年不吃不喝才能做出来，他居然做到了，这还是人类吗？是啊。苏哲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因为年龄轻视你，我为我之前所有的言论跟你道歉。没事，大家也是为了更好做好实验。车院长，你收他为学生，还没办手续吧？苏哲，来我这里，我直接让你做我的研究生。研究生也能找到这样的天才？苏哲，你跟我一起研究博士课题，完成后我封你为博士后研究生。哎，跟我搞学术研究，我让你做研究第一人。跟我干搞了，苏哲也搞我了，都闭嘴！一群科学家为了一个孩子争吵，成何体统？苏哲，你考虑考虑我呗。咦，我拜你为师。哎，秦教授，太无耻了你！苏哲，感谢你推演出来的数据，有了这个，用不了多久，我就能调制好培养液，我们就能够培育出适合在沙漠和盐碱地生长的杂交水稻，让世界再也没有饥饿。收拾东西干什么？啊，这是又要转走了？什么转走了？就来了1天，然后各种旷课，肯定是被学校开除了。哎呦，开除啊！还以为是个学霸，闹了半天，原来是个跳梁小丑啊！连我新割的一根毛都不如。不是这样的，他应该是有事，而不是被开除。哼，能有什么事？没看到都收拾书包了吗？这是要辍学了。苏哲，农科院特招你去做研究员，这是录取通知书。好，谢谢老师。什么？农科院特招？做研究员？这是不当学生了，直接去当教授了？这怎么可能？不，他怎么可能啊？就是啊，我可不信。苏哲同学，恭喜你！谢谢林同学之前的提醒，我知道你学习很好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是全校第一。你都知道了？努力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，让所有人都看到你优秀的一面，而不是将它藏起来。我保证，苏欣以后再也不会找你麻烦。真的？以前我的偶像是9冠王苏源，从今天开始，苏哲，你就是我的偶像了。我一定会考入农科院，追随你的脚步。老爷，这是姑爷这些年所有的经济往来详细账单。夫人名下集团25%的股份以及20亿的资产，全部被他悄悄转移到一个海外账户。果然，可有办法追回？很难，除非能找到一个很厉害的黑客。黑客？是的，这些资产本来就是他悄悄转移走的，本就不合法。若是有一位厉害的黑客潜入那个匿名账户，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重新转回来。黑客，孙管家，你去买一些关于计算机学习的资料，然后送到我房间。是。唉，这些资料都太基础了，想成为一般的计算机高手可以，但如果想成为黑客，那基本就是不可能的事。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呢？外公，你又闯什么祸啦？外公，你太厉害了，一下子就看出来了。这次你可一定要帮帮我。说吧，什么事？前段时间我不是在网上举办了一个棋王大赛，想选拔出真正的高手，
没想到才刚选出来，网站就被人黑了。现在啊，想找到那位联系方式，早就找不到了。哎，你的意思是让我帮你修复网站？哎，不是，这个事儿啊，是周家干的。周家是互联网公司，手底下有好多黑客。我呢是想让你去跟外婆说一说，让她帮我去周家走一趟。哎，你外婆还有这个面儿？那当然了，外婆和周家的周老爷子那可是好朋友，他帮我说一套，肯定可以解决的。周海？哪个周海？难道是他？对啊，外公，你也认识周老爷子？他小时候天天像跟屁虫似的跟在我屁股后面，赶都赶不走，天天吵着学棋，结果我一给他棋谱，他就嫌困。哎，对了，他现在怎么样了？哎，身体好着呢，就脾气太大，都80多岁了，还3天2头的跟人吵架。哎，所有人都不敢靠近，就连周家现任家主周玲叔叔都不敢靠近。多年未见，长本事了。走，去看看。好，走。我说了，我不吃，赶紧给我拿走。爸，这下都是你爱吃的，不吃饭的话，身体扛不住的。扛不住就死，你不早就等着这一天吗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早就觉得我是个累赘，是个麻烦，敢管老子。告诉你，能管老子的人还没出生呢。这是吃了几个菜呀？膨胀成这样。你这苏家小丫头，来这儿干什么呀？我在问，苏哲来看望周老爷子。老爷这谁都不见，请回吧。慢着，小子，你刚才说什么？说我膨胀？爸，他只是个孩子，苏曼曼是吧？还不带他赶紧离开？离开吧。小毛蛋，你这是翅膀硬了？瞎喊什么？那是毛尖，哪有什么毛蛋？你怎么知道我的外号？外号？哦，是陆雪琪说的吧？他怎么什么都对孩子说？你小时候爬到树上尿马蜂窝，被马蜂叮的呀，满身是包，那上面也被叮了3下，于是我就给你起了这么一个外号，还哪用琪琪告诉呀？胡说，谁爬树尿马蜂窝了？没有。那偷王瞎子的鸡蛋，结果被人家塞进鸡窝，学鸡叫的应该是你吧？拿棍子捅李二哥家的狗，然后被追上来，反咬2口，也是你吧？哭着要吃狗肉，又被咬了几口。你怎么知道这些？我还知道很多，要不要继续说出来？不，你到底是谁？这些事儿连陆雪琪都不知道啊！这叱咤风云跺一跺脚，西海市都要赌3斗的周老爷子，小时候干过这么缺德的事啊！唉，当年你天天吵着学棋，你像跟屁虫一样跟在我后面，甩都甩不走。怎么几10年没见，连我的容貌都忘了？你是小袁哥？没错呀。当年我教你打谱，你给我摆谱；我教你下棋，你给我下河。你想想，我辛辛苦苦自己好不容易买来的棋子，被你当石子拿弹弓弹出去了多少呀？小兔崽子还敢笑？爸，我是受过严格培训的，不管多好笑都不会笑的，除非忍不住。这个我就是好奇问一下啊，就问一下，您的外号真的叫小毛蛋？滚，赶紧滚！爸，我就是好奇。好奇你妹！滚！好嘞。你也出去吧。我？好吧。现在说吧，你到底是谁呀？
小袁哥49年前就失踪了，就算今天回来，也不是你这个年龄。相信烂柯一梦吧。当年我遇到了吕洞宾，大概就是这样。我知道你不信，因为这件事太过离奇了。你不信，我也不怪你了。我信。如果不是小袁哥，也不可能知道我的糗事；如果不是小袁哥，也不可能长得这么像，简直跟小时候一模一样，真是太好了。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见一次，真是太好了。曼曼，刚才那个小朋友到底是什么人？他是我弟弟。少骗我了！老爷子一生叱咤风云，天不怕地不怕，敢这样调侃，换做别人肯定早被扔出去了。这孩子说话，老爷子不仅不敢反驳，还大气不敢出。单凭这一点，你外婆都做不到。他就是个普通人。不想说就算了。这些年，老爷子的身体越来越差，再加上朋友逐渐离去，所谓的不好伺候，所谓的脾气大，不过是焦虑和孤独罢了。10年了，我从没见过老爷子这副模样，青春洋溢，充满活力。以后多带你这个弟弟来找老爷子玩吧。不愧是外公啊，几句话不仅征服了周老爷子，就连周家主也佩服至极，真是太厉害了。放心吧，没问题，届时我一定到场。臭小子，是不是你黑了苏曼曼的奇彩网站呢？还不赶快给人恢复了？是陈慕寒打电话，说他小女儿整天无所事事，让我帮忙关掉，让他收心。我爸？哎呀，只是屏蔽网络而已，我去找人处理。你放心，你还没到家，网站就恢复了。谢谢叔叔，只要你能恢复网站，我就能找到那个高手的联系方式，这样就可以解决大姐的麻烦了。你刚才说莹莹遇到麻烦，出什么事了？3个月前呀，蚌国国手朴一半来到我们大夏，击败了所有知名高手，最后来了我们苏氏集团，扬言要以对弈的方式定胜负，说如果我们输了，苏氏集团在国内的市场全部都得让给他。现在闹得满城风雨，苏氏集团股价都掉了接近1半了。朴一半？对，就是外公曾经的对手朴一生的亲生孙子。他呀，这次是来给他爷爷报仇的。是他？对，朴一半不仅继承了朴一生全部棋艺，甚至更胜一筹，就连世界大赛啊，已经拿了8连冠了。本来之前想让外公上，但爸爸说外公的棋路早就被人研究透了，很难获胜。不如我新找的那位棋手更有机会。难道是棋王大赛决出冠军了？还没，不过出现了一位高手，特别厉害，行棋啊快速，打法新颖，已经击败很多人了，连时光呀、楚莹啊、于小阳他们都输了。好想和那位高手做演一局。我看看啊，好了，查出他的信息了，注册名横扫天涯，真名苏哲。这个高手是外公。横扫天涯，这是哪个高手？那是我注册的网名。太好了，这下可以叫大姐放宽心了。我现在就给她打电话。大姐，我刚想给你打电话呢。我告诉你个好消息，人找到了。什么？你说横扫天涯已经到公司了，马上就要跟朴一班进行比试？到公司，看来是有人冒充我。苏莹莹，你该不会是找不到敢跟我对战的人，打算反悔了吧？既然你代表朴医生来挑战我们苏氏集团，只为了解决上一辈的恩怨，那我苏氏绝不退缩。那人呢？围棋已经被我们大望帝国申遗成功了，你们大夏猪啊，只配乖乖的跪在地上认输。时间已经过去30分钟了，你找的高手来了？哦，会不会是听到我的名字吓破胆了呀？
下破胆，好大的口气！我横扫天涯来会会你。爸妈，小弟，你们来了。哼，你爸爸呢知道了公司的情况，所以特意请来了高手前来助阵。你就是前几天1天之内打败了时光楚云与小阳的黑马高手，横扫天涯。不错。我专门研究过你的棋路，灵动飘逸，自由挥洒。有你在，苏轼有救了。让人黑掉网站，又找人冒充。陈墨寒，你终于忍不住了吧？苏哲少爷，这是夫人事故的真相，以及老夫人摔下楼梯的直接原因。你猜对了，确实是顾爷所为。而且，按照你的吩咐，我还悄悄查了 DNA， 苏醒少爷的确是顾爷的私生子。果然。顾爷巧言善辩，夫人一直被蒙在鼓里，老夫人就是感觉到不对劲，才阻止夫人与他结婚，导致母女二人感情不和。那我们还要行动吗？唉，刚见到小云儿，我不想让她怨恨。那就让她这样继续欺瞒。如果她老老实实的，我还找不到下手的机会。但如果她敢动手，我就会让他主动露出马脚，让小云儿看清这个人渣的真面目。是。你就是苏氏集团请来的高手，看着也不怎么样嘛。怎不怎么样？手弹一局不就知道了？跟我对弈，你还不配？不成，你就跟他试试，看他有没有资格跟我对弈。是。朴不成跟我学过几年棋。虽然水平不怎么样，但是放在你们大夏也有9段的水平了。小子，你要是能赢过他，我就给你机会跟我对弈。哼！横扫天涯先生，那就麻烦你跟他对弈一把吧。放心，赢他碾死只蚂蚁罢了。姐，三妹，外公，你们来了。外公，他。先看棋吧。双数，不好意思，我执黑先行。慢着，既是比赛，自然要添点彩头。苏东敢不敢赌一局？你要赌什么？很简单，就赌。传闻说你们苏家3姐妹个个貌美如花。要是朴不成赢了，你们3个人同时嫁给我如何？无耻！换个条件。那就赌10个亿吧。要是朴不成赢了，你们给我10个亿；要是你们赢了，我给你们。这好，我代表苏氏集团答应了。不过不是10个亿，而是100亿。外公，朴先生，你可敢跟？哪里来的？在这里信口开河？你们堂堂苏氏还有没有规矩了？让一个小孩在这说话，小孩瞎说，朴先生别当真。来人，把小朋友请出去。我看你们谁敢！苏哲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。怎么，我自己创办的公司，我还不能做主了？妈，你怎么来了？别人都打到公司打到脸上了，我再不出来，难道就等着你们把公司送出去？妈，这不墨寒已经想到办法了吗？你看把天涯先生都请来了。您坐。朴先生，既然苏哲说了100亿，我们苏家就出100亿，你可敢跟？我正愁着诱饵不够，就主动送上门来了。小孩就是小孩，沉不住气，跟就跟。不成，你可得好好下，这里可是押上我全部的家当，你要是输了，我给你卖到非洲去。是。外公，这白子看起来要输了，
早知道当初就不要赌这100亿，100亿对现在苏氏集团来说，足可以大伤元气了。大姐别着急，白子肯定会赢的。你懂下棋吗？你不是最讨厌吗？我不知道啊，但是我懂外公。外公说能赢，那就一定没问题的。这白子已经是遁死之徒，走投无路。不对，这朴不成怎么下了这步臭棋？这白子本就劣势的局面，居然一下子翻盘了。哼！赢了，真的赢了！外公，你难道早就猜到了朴不成会下那步臭棋，还是说他其实是我们的人？先收战利品再说吧，后面你自己就知道了。是，我就说外公能解决，就肯定没问题。外公威我！阿西巴勒，你这个废物！你知不知道你输了这盘棋给我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啊？对不起，少爷，这位天涯先生的棋实在太高了，我的确不是对手。他已经达到了自由挥洒、随机应变的境界，哪怕是少爷你也不是对手啊！闭嘴，给我滚一边去！这么轻松就赢了，不愧是击败楚莹和于小阳的人，太厉害了！这棋局看得我是心荡神驰啊！嘿嘿嘿。天涯先生，他是当今第一呀！小一爸，还不快快附上你的赌约？这个家伙该不会想赖账吧？放心，他不仅不会，还会很爽快。我与外公的观点不同，虽然朴家在蚌国的地位不低，但100亿足可以让他们伤筋动骨，他们未必愿意。愿赌服输。这是我公司的部分股份，加上我私人基金账户，总共100亿。苏总，这的确价值100个亿。又被外公给说对了。苏总，你的人这么轻易的打败我的手下，确实值得我亲自出手。不过，敢不敢再赌一把大的？还要大？不错，这次会押上我朴氏集团在大蚌国的所有商业，包括我个人在瑞士银行的全部资产，总价值1000亿。不知苏总敢不敢给？这1000亿赌一次棋局，一旦输了，苏氏集团肯定破产。等于将整个集团压在这场棋局上，太危险了。怕什么呀？你们是不相信天涯先生的棋艺吗？他可是连楚莹、于小阳这样巅峰级的选手都能下赢。哼，区区一个朴一半，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？我看还是算了吧，这赌局风险太大了。怎么，我如此爽快的拿出了100亿，你们反倒不敢了？堂堂苏氏集团这点魄力都没有吗？莹莹啊，你难道忘了吗？朴一半才逼迫了我们几天，我们苏氏的股价就跌了50%了。今天要是拒绝，我们苏氏集团恐怕就再也抬不起头了。是啊，苏总，若是我们赢了，不仅可以赚取1000亿，还可以让我们苏氏集团一跃成为西海城第一。富贵险中求，他一个棒子都敢，我们有什么不敢的？我们还不如个棒子吗？外公，要干嘛？问他做什么？一个小孩能有些主见，肯定也没什么魄力，他不会答应的。跟，不过我有一个要求，必须让朴一半先生和横扫天涯先生对弈，否则其他人的棋局我不认。怎么样？当然，其他人还不配我出手。莹莹，你去起草一份合同。好吧。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
比赛就可以开始了。我是没什么问题，不过这1000亿的合同，你们确定他一个小孩能做得了主吗？莹莹，我可不可以做主？当然，一切以苏哲少爷的话为主。我还是刚才的话，苏哲的决定就是我的决定。少爷，这家伙有点古怪。再古怪，也只不过是个孩子而已，有什么可担心？开始吧。开始吧。大姐怎么了？我看不懂这棋局，你帮我解释一下呗。天涯先生连续失误了2次，本已成型的大路不但被朴一半阻断，还渐渐反超。要不是提前布好的陷阱，恐怕结果不容乐观。不会吧？天涯先生连于小阳都胜过，怎么会输？我输了，朴先生棋艺高超，在下甘拜下风。承让。输了，完了，这下彻底完了。苏氏集团可是陆总近50年的心血，就这么输了。就不应该听一个孩子的，这下全完了。外公，你现在有什么办法吗？我知道了，你这么沉着，是不是早就想出对策了？没有对策。你什么意思？输了就要交钱？如果抵赖的话，会让别人觉得我们苏家的信誉有问题。放心吧，大姐，外公不着急，肯定就是有办法，是吧，外公？就你聪明。这丫头啥时候跟外公关系这么好了？不行，我要加把劲儿，不能让她把外公的宠爱抢走了。外公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结果了？你告诉圆圆吧，我可是你最乖的孙女，我也想提前知道。哎，二姐，你什么时候成最乖的了？我才是最乖的那个，是吧，外公？哎，都乖都乖。好了，快看，好戏马上就要开场了。哼，苏总，你可还有话要说？我们苏家认输。这是我们集团所有股份和资产清单，只要你签字，苏氏集团就是你的了。哼。哎呀，忍辱负重，当牛做马30年，苏氏集团终于是我的了。忍辱负重，当牛做马。莫寒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还没看出来吗？朴一半是陈莫寒的人。莫寒，这是真的吗？哼，这个小子反应还不慢吗？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样？这些年我从未亏待过你，为了你，为了嫁给你，我不惜以自杀来威胁母亲。为了你，我更不惜我生了3个孩子。你到底为什么这样？你还没亏待我，你以为我在你们苏家当赘婿，真是因为爱你啊？当然是为了你们苏家的1000亿资产了。不，当初你跟我认识的时候，你并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。你不会天真的以为那次潜水是意外，设备真的老化了？那些都是我干的，不然怎么获得你的好感呢？啊，后来你还真是上钩了，把我当成救命恩人，再到后来更是我说什么就是什么，言听计从。现在想想，你可是真够蠢的呀！你这个……哎呀，不过这个老太婆就不一样了啊，她比你聪明的多呀，她一眼就看出我有问题，所以从一开始就不同意咱俩在一起。可是又怎么样？只要我让你怀孕生下了儿子，那苏家的家产早晚还是我。不过你真是不争气，生一个女儿，生一个女儿，生一个还是女儿。
这可是你说你喜欢女儿。喜欢个屁！最讨厌女儿了。你以为我让你把他们3个送到老太婆这里，是为了照顾她的感受？不，是因为我不想见到这3个赔钱货。所以，你又收养了一个儿子是吗？收养？来，杏儿。哎，爸。事到如今，不妨跟你们说实话，他是我亲生的。之所以伪装成孤儿让你们收养，为的就是继承你们的家产。不过呀，还是被老太婆给看穿了。她宁愿把股份给苏莹莹这个没用的东西，也不给星儿跟你。她这样，也不能怪我了。我趁她不注意，一脚就给她踹下楼。没想到这个死老太婆这么精帅啊，到现在还活着呢。这个魔鬼！冷静！你个傻人！我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冷静点儿，现在是法治社会，你这样是不行的。妈，他这么对你，我们可以当没有这个爸。可是，我们不能为了这个人渣失去你这个妈。女儿，是妈对不住你们。你没对不起孩子，你对不起的是琪琪。他含辛茹苦把你养大，你却听信别人的谗言。你想过他心里有多伤心？母爱永远都是一座伟大的丰碑。我希望你以后在上面刻下你自己，而不是遗憾。妈，对不起，是我错了。孩子，快起来，你没有错，是妈不好。妈年轻的时候只为了工作忽略了你的感受，让这个人渣有一次小恩小惠就骗了你一生啊！妈，少在这儿扮演母女情深的戏码了。来人，把这群人给我赶出苏氏集团。不过这个小畜生得留下，他打了星儿。你一个小傀儡，凭什么跟我争家产啊？你在做梦吗？就是。什么意思啊？我堂堂苏氏集团的董事长，说话不好使吗？啊！董事长，苏氏集团董事长，你自封的吗？什么意思？刚刚朴一半和横扫天涯先生这个赌局，难道不算数吗？大家都可以作证，你们想耍赖？你也不好好看看，和朴一半比试的到底是谁？那当然是横扫天涯先生。知道就好。先让人黑掉网站，让苏曼曼查不出信息，然后又找人冒充，先赢一局当诱饵，再大败。算计是好算计，不过假的永远是假的，成不了真。诸位，他是假的，而真正的是我。哎呦，你这上下嘴皮一碰就是你了，那我还是吕洞宾呢。千块礼，千块礼。他就是横扫天涯，我就是棋王大赛网站的主办人，后台显示的注册证明就是苏州。行了，你这个赔钱货，哼，早就知道你是他的人了。再说网站都是你做的，改个名字还不简单吗？哼，你还有你们苏家的人都不可以作证。哦，那到底谁能作证？说起网站，那当然是周家，只有周老爷子作证，我才能承认你是横扫天涯。他能给你证明吗？啊？说我能的。哎呦，周老爷子，周家主，哎呀，您好。滚开，和我握手你不配。是我肯定不配啊！还有，您是这西海城的第一世家，又是网络教父。哎呀，别说我不配，在座的谁都不配。啊，哎，小勇哥，我没来晚吧？啊，这还不是？不错，关键时刻没掉链子。什么情况？堂堂周老爷子不和陈默涵握手，跑去和这个孩子握？不是说他脾气不好吗？
为何这孩子随意摸他的头，跟摸小狗一样？哎呀，周老爷子，这是齐王争霸战的后台信息，我已经找公证人公证，具有法律效应，可以证明 ID 名为横扫天涯的账户为私武者持有，而这位杨汉亮冒名顶替，已经侵犯了名誉权。杨汉亮先生，你冒充横扫天涯以此牟利，请跟我走一趟吧。不要！是他指使我干的，他并许诺给我10万块钱。你别胡说，这些话回执法队再说吧。带走。不要！我错了。这家伙竟然是假的！刚刚合约上说，朴一半必须和横扫天涯比赛。那么既然人是假的，就表示刚刚的赌约并不成立。外公，我太崇拜你了，你连这一步都算到了。又打我干嘛？谁让你抢我词？假的又如何？朴一半先生现在要挑战的是真的。你小子敢迎战吗？要是输了，这苏氏集团依旧是我的。对呀，这么说起来，危机还是没有解除。朴一半这么厉害，这个孩子怕是连和他对弈的勇气都没有吧？为何不敢？我迎战！苏哲加油！苏哲加油！苏哲，我相信你。苏哲最棒了，肯定能赢。朴一半先生，靠你了。放心吧，我能击败杨汉亮，自然也能击败这个黄口小儿。请。大姐，我又看不懂了，你再帮我解释一下呗。外公的棋路大开大合，天马行空，我也有些看不懂。哼，有什么看不懂的？朴一半先生纵横捭阖，寸寸必杀。你们以为的救命稻草，横扫天涯已经穷途末路了。外公的棋路状况确实不太好，的确是，整个棋盘3处战场都很被动，感觉都是在弃锦难回，桀争无解。像围棋这种高雅的运动，果然只有我们大棒帝国才是最强的，你们大夏只有衬托的份。邹哲，你也横扫不了天涯呀，起码我们大棒帝国就是你需要仰望的存在。交齐吧你！完了，这一子落下去，把所有的出路全都堵死了。堪称神之一手，黑子已经无力回天了。真的完了。还以为他上去可以改变结局，现在看来还是想的太多了。输了，你确定吗？当然了。唉，给了你很多次机会，想看看你到底具有怎样的实力，能8连冠，敢如此嚣张，敢轻视我大夏围棋运动。唉，看来还是高估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。不给他，绝对不给他。这是玲珑棋局，苏哲用了破解玲珑棋局的方式，一子落而万物生，将3处战场完美的连接到了一起，形成了整个贯穿棋盘的超级大楼。这才是真正的神之一手。刚刚朴一半与之一比，简直什么都不是。是啊，像他这样棋，一开始就布了局，至少提前计算了几百手，才能做到像他这样的分毫不差。计算15手便是极限，计算数百手，还是人吗？不给他，这局都给他。没什么不可能，你做不到，不代表我做不到。围棋是大夏传承几千年的运动，你们大棒罪而小国，妄图通过申遗美化自我，篡改历史，但这注定会钉在耻辱柱上，千古唾弃，遗臭万年。最后告诉你，虽然中国人藏在骨子里的善良正义，但同样拥有痛打贼寇的实力与勇气。
在火焰上蹦迪，在刀片上跳舞，注定会被火焰吞噬，被刀片割伤。好自为之吧。你输了。是啊，赢了！不管经过多长时间，我爸永远都是最强的那一个，我爸永远都是我的骄傲。陈墨寒，你转移公司资产，杀人未遂，跟我们回执法对趟。苏欣，你寻衅滋事，得意伤人，跟我们走一趟。跟你们干嘛？你们不能抓我！哎呀！苏月，你帮帮我，我知道错了，不要让他们带走我，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吧，别让他们带走。我以前瞎了我的眼，从现在开始，你我恩断义绝，再不相见，你就踩你的缝纫机去吧。你去。好，既然你这么狠心，你不仁，休怪我不义。实话告诉你吧。你的资产全部被我转移了，我出什么事儿，你分文没有。你说的是转到海外的那笔钱吗？不好意思，我已经让周家的人帮我们追回来了。啊，不错，我亲自出手，钱已经回归苏爷名下。我跟他，一定是哪里出了错，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。生而为人，要良善。多行不义必自毙。快走！苏月，慢着！妈妈，我就知道你最疼我，没白费，我这么多年一直最宠你，妈妈。妈妈，这是帮我妈打你的，所有渣男都该死。快走！爸妈，对不起，是我错了。没事儿，都已经结束了。是啊，结束了。喂，什么？培养液已经配置好了，丛树苗浇灌后重新生长，太好了！琪琪，我已经找到让你变得年轻的办法了。只要你在我身边，我就一直年轻，亲情才是最滋补的良药。哎，一起看啊！